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。终于到了瑞克和莫蒂第1季的最后一集。故事一开始，富贵和淑芬要去参加泰坦尼克号主题游。其实，在第7集墙上的画就暗示了富贵是泰坦尼克号的影迷。淑芬再三叮嘱老白和小黄姐弟不能让房子有任何损坏，否则就不让小黄跟老白去冒险了。然而，小花一看到爸妈走了，兴高采烈的给朋友打电话，说晚上要开一个 party。作为长辈，老白当然义正言辞的阻止了小花。I'm having a party. 到了晚上，家里来了一大群人，既有小花的同学，也有老白各种奇形怪状的朋友。小黄到处收拾这帮人搞出来的烂摊子。此时发现自己心目中的女神小红也来了，那一瞬间仿佛时间都变慢了。Knock it off, slow Mobius. 好吧，时间真的变慢了。这里是在吐槽大部分电影女主角出场都喜欢甩头发，还自带慢镜头。一个眼镜妹来找小花聊天，因为眼镜妹在学校不怎么合群，所以小花假装不认识她。这时候阿道夫林肯勒也来了，他是老白用林肯和希特勒的基因做出的人造人。本来老白想做出一个兼具两方优点的超级领袖，结果是个兼具两方缺点的怂货，所以老白非常嫌弃他。林肯勒看似疯狂，其实特别怂，被小红的男朋友单方面找茬，还被打得鼻青脸肿。小红对男朋友的暴力行为非常不满，愤怒地跑出了房间。小花一看自己的机会来了，她把小红带到外公的实验室，给他展示了一个星球投影仪，想趁这个浪漫的环境强势表白一波。谁知道却被柜子里传来的声响打断。打开柜子一看，居然是一只喵星生物在自我安慰，而且还用绳子勒自己的脖子。窒息 play 这种高端玩法，小黄哪见过，被吓了一跳，撞倒了身后的仪器，然后整个房子都被传送到了另一个空间。老白仔细分析了一下外面的情况，天上有奇怪的星球，空气中有氧气，周围有吃人的怪兽。OK， 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继续 happy 吧。小黄可没老白这么心大，他让老白赶紧想办法恢复原样。老白说附近不远处就有噼里啪啦结晶，你去弄一个回来就行了。此时刚好林肯勒和眼镜妹过来了，于是老白和小花就让他们各自最讨厌的人陪小黄一起去。3个人找到结晶时遇到了一只怪兽，林肯勒突然就不怂了，跟怪兽扭打在一起。小黄趁机拿到了结晶，一扭头却发现林肯勒已经身受重伤，奄奄一息。他临死前告诉了小黄一个秘密。画面一转，小花回到房子，对老白说出了林肯勒的秘密。原来林肯勒一直把老白当成自己的亲生爸爸，他拼了命也要帮助小黄得了结晶，就是希望能让老白有个好印象。老白听完以后表示非常感动，然后弄碎结晶吸了起来。原来即使没有结晶，老白也能轻松把大家传送回去。他让小黄找结晶只是用来嗨的，嗨起来的老白开始跳起了自己的专属舞蹈。Put your right foot forward and your left foot back and slide around like on a Nordic track. Move to the left, step to the right, wiggle your elbows and look up into the light. It's the Rick dance. 得知真相的小黄非常愤怒，他扔掉了剩下的结晶，当场宣布 party 结束，让老白把房子送回去，并赶走了所有人。老白的好朋友鸟人临走前问小黄，知不知道老白说的那句哇不拉不哒不哒是啥意思？小黄说那只是老白在第5集时随口瞎编的口头禅。而鸟人却说那是他们星球的语言，意思是我很痛苦，请帮帮我。再来说说支线，富贵和淑芬参加的这个主题游，就是体验电影泰坦尼克号男女主角经历的那些事。出发前船长信誓旦旦地说，这艘船用了最古老的轨道系统，就是为了保证一定会沉没。其实当时泰坦尼克号做出来时，宣称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轨道系统，一定不会沉没。淑芬对这种角色扮演游戏完全不感兴趣，打算回房间看书。临走时让旁边一个扫地大妈代替自己陪着富贵，富贵居然也同意了。然后富贵和大妈一起体验了电影中的各种情节。但是到了该撞冰山的时候，导航系统出错，轮船和冰山完美错过，游客们纷纷表示很失望。此时扫地大妈把富贵带到了杂物间，就是电影里杰克和肉丝没羞没臊的那个。大妈突然就掏出枪来威胁富贵，让富贵仿照电影的情节，先给他画裸体素描，再和他在车里没羞没臊。就在危急关头，淑芬及时赶到，打晕大妈，救了富贵。事后淑芬向富贵道歉，说没想到大妈会是一个强奸犯。富贵说那你觉得强奸犯应该是啥样子？一个穿着牛仔外套，留着稀须胡渣子，满嘴水泡和廉价香槟味道的斯拉夫男人吗？从这段描述的详细程度，我们可以大胆猜测，富贵的童年似乎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。夫妻俩离开的时候，扫地大妈偷偷抓在了2个人的车底下，此处致敬了马丁斯科塞斯的恐怖角。谁知道大妈掉了下来，被汽车压死了。这里黑了那些你以为反派死了，其实反派没死的恐怖片常用结局。夫妻俩马上就要到家了，小黄叫醒了老白，让他赶紧想办法。老白叫小花拿来一个仪器，按一下开关，时间瞬间停止。祖孙3人一边收拾房间，一边开始嬉戏打闹，顺便又看了一遍泰坦尼克号。小黄说好久没听到老白说的那句口头禅了，老白则说自己不需要说了，他有了新的口头禅：我爱我的外孙和外孙女。 Psych, just kidding. My new catchphrase is I don't give a彩蛋里，林肯勒并没有死，而且黑化说要复仇，然后就被怪兽抓走了。这里应该是黑了那些总喜欢在彩蛋里让好人黑化当下一集 BOSS 的电影，比如绿灯侠、奇异博士等等。本集标题 Risky Business 致敬了电影 Risky Business， 中文名怪诞也疯狂，由汤姆克鲁斯主演，也是一个讲述父母出门以后孩子在家里开 party 的故事。而瑞克各种稀奇古怪的朋友，其中鸟人的形象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视剧，25世纪的巴克罗杰斯，史伦人致敬了宇宙巨人希曼，人造人林肯勒致敬了经典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。到这里，瑞克和莫迪第1季就全部说完了，感谢大家
家这1个多月以来的支持。从下周6开始，我会解说另一部脑洞神剧《黑镜》系列的第4季。很多小伙伴留言说希望我继续解说 Rick 和 Morty， 所以我决定加班加点，在保持每周3更的正常前提下，每周多做2个关于 Rick 和 Morty 的视频，专门给 Rick 和 Morty 的粉丝看。但是呢，既然我付出了劳动，当然也要收一点辛苦费。Rick 和 Morty 第2季依然是每周2集，一共10个视频，不要998，不要98，只要9块8，也就是花一份 KFC 薯条的钱，你就可以看到偏偏对第2集的独家深度解读。想看的朋友可以关注偏偏的微信公众号小偏偏说大片，回复666就可以购买啦。现在购买就可以观看前2集。作为感谢，我还会从所有购买的人里抽10位送阿拉斯加定制抱枕1个。我估计又会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说偏偏你变了。我确实变了，我以前是兼职做视频给大家看，现在我已经全职创业，只能靠做视频养活自己。我觉得靠自己的双手合法的赚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事情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拜了个拜。